这两只 AI 潜力军，你开始投资了吗？嗨，我是雪胖，你也可以叫我小邦。之前有观众在我的 YT 影片下面留言，希望我分享一下 ARM 跟 MU， 然后 study 完这两家的状况之后呢，我也觉得很适合拿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就生出了这一集影片啦。最近其实我一直在忙着升级课程，在写一些课程的内容，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来写讲稿、拍影片，但是我还是挤出了各种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。那看在我花这么多时间研究，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认真的分享上，就先帮我按个赞，再继续看下去吧。ARM 安谋公司虽然是一家半导体公司，但是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参与任何的晶片制作。我们都知道半导体产业有分成上中下游嘛，上游是设计，中游是制造，下游是封装跟通路。而 ARM 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最顶端，它是上游中的上游，它是负责设计手机电脑里面的晶片架构。也就是说呢， ARM 不参与实体的晶片制作，而是设计晶片的制作蓝图，然后把这些晶片设计蓝图授权给其他的公司来使用。这些公司再根据 ARM 的设计蓝图去制造实体的晶片，然后再放到我们平常使用的手机啊、电脑啊、平板里面。就像室内设计师一样， ARM 先画好图，告诉你哪里要怎么设计，哪里要怎么装潢，然后再把这个设计图呢交给装修师傅去盖房子，那师傅就不需要从零开始去设计这个房子的样子。所以 ARM 就是把处理器架构设计图跟晶片设计图的智慧财产权 IP， 白话文来讲呢，就是设计图的智慧财产权啦，专业名词叫做智慧财产权和 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， 又叫做矽智财，简称 IP， 授权给其他半导体公司，让这些半导体公司呢根据自己的设计图去实际的制造实体的晶片。那 ARM 的设计架构呢有3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高效能、低成本、低耗能，所以有 50% 的晶片都是使用 ARM 的架构处理器。现在在市面上有 99% 的智慧型手机晶片都是使用 ARM 的架构。然后到目前为止呢， ARM 也已经出货超过2800亿个架构晶片，全世界有70%以上的人都在使用基于 ARM 架构的产品，可见 ARM 在市场上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，包括 NVIDIA、Intel、高通、联发科、Amazon、苹果、Meta、Google 等等所有的这些大公司全部都是 ARM 的客户。所以其实 ARM 的应用跟战略合作伙伴是非常广泛的。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手机、电脑、平板里面的晶片基本上都是用 ARM 的设计图去做出来的。 NVIDIA 甚至曾经打算在2020年的时候花400亿美元的高价去收购 ARM。 那你也知道 ARM 在半导体产业中的顶端，它是上游中的上游，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大公司全部都是 ARM 的客户，所以其实它的地位非常的高，很多公司都要跟 ARM 买设计图。再加上 ARM 的市占这么高，全球70%以上的人口都在用 ARM 的东西，有99%的智慧型手机晶片都是采用 ARM 的架构。如果当时 NVIDIA 真的收购了 ARM， 那就等于是垄断了整个半导体市场，那想当然整个半导体业界当然都会跳出来反弹，所以最后这个收购案其实并没有谈成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虽然 ARM 在手机上面有99%的市占，但是它在 AI 领域，比如说像是伺服器啊、资料中心啊、云端运算等等的这些领域，它的市占其实还不算太高。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很明显资料中心、云端运算等等的这些 AI 领域的成长速度确实是比手机市场的成长速度来得更快的。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 ARM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它在 AI 这一块的市占还不算太高。虽然它在手机市占很高，可是 AI 这一块发展比较快嘛，那如果它市占不高的话，它的成长可能就不会力道那么强。但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太担心啦，因为其实 ARM 现在目前真的蛮积极在经营 AI 这一块的，包括微软最新的 Copilot AI PC 就会用 ARM 的架构，然后 NVIDIA 的 GB200 晶片也会结合 ARM CPU。 而且想当然，黄仁勋当初会想要收购 ARM， 就表示 ARM 应该很有潜力嘛，它可以帮助 AI 的发展，否则黄仁勋当初也不会想要收购它。所以我个人认为 ARM 在 AI 领域跟笔电的市占会持续的提升，同时呢 ARM 应该也会很快在 AI 的领域上尝到一些甜头。那刚刚有讲 ARM 就是把矽智财晶片的设计智慧财产权授权给其他公司嘛，所以其实 ARM 赚的就是授权费用。而这样的商业模式呢，在初期会需要比较多的资金去做研发，那设计出来之后呢， ARM 就可以把设计图重复
复卖给其他公司，或者是重复授权给其他的公司。就好像我现在在拍这支影片一样嘛，我只要花一次的时间、一次的成本拍好这一支影片，然后上传到 YouTube 上面，这样子所有的观众就可以无限次的重复观看，而我也可以不断的收到广告收入。换句话说 ARM 也是，它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不断的销售给不同的客户。这样子的获利模式呢，就让 ARM 的毛利率高达 90% 以上。以前做好的未来可以继续卖，而且成本也不会增加。那现在做好的未来也可以继续卖，然后我的成本也不会增加。我个人是很看好这种商业模式啦，它就是一个你做一次就可以一直卖，做一次就可以一直卖的商业模式，这个是很不错，而且可以压低成本的方式。不过因为现阶段 ARM 正在努力提高它在 AI 领域的市占率嘛，所以它势必要投入比较多的研发，所以研发费用就蛮高的。再加上公司还有一些行销啊、管理费用，所以 ARM 的税后净利率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。不过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， ARM 很快就会在 AI 这个领域站稳脚步，我是蛮看好它的。那当 ARM 在 AI 市场站稳脚步之后，它的税后净利率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了。我想透过前面的这些分享，你应该很了解 ARM 在半导体产业里面的地位，和它未来在 AI 领域的发展潜力，以及它目前的财务状况了。不过光看这些财务比率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去评估公司的获利能力，以及它在经营上面有哪一些风险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全面的去看透一家公司。如果你对于这一些更深度的看财报的技巧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份免费41分钟的预录影片。这个影片是我多年实战经验的精华浓缩，而且目前已经有超过2400人来领取了，连结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有需要的朋友都欢迎随时领取哦。美光虽然也是半导体产业的上游，但是它就不像 ARM 这么顶了。美光主要在设计跟制造 DRAM 还有 NAND Flash。DRAM 是记忆体， NAND Flash 就是我们俗称的硬碟。美光制造的记忆体呢，有包括电脑用的、手机用的跟伺服器用的记忆体。那这些记忆体就是在帮助一些设备可以跑得更快。那 NAND Flash 的话呢，就是一种储存资料的装置，它比传统的硬碟跑得更快更耐用。那美光最主要的获利就是销售这一些实体的产品。美光的产品基本上它可以被应用在人工智慧、5G、Machine Learning、资料中心等等的领域，所以其实它也有参与到 AI 这一块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开始注意美光的原因。那我在写这份讲稿的时候，刚好美光出了财报，所以我就顺便来分享一下美光的最新财报好了。美光最新一季的营收来到68亿美元，季成长 17%， 年成长 82%。美光的营收呢，主要来自于 DRAM 跟 NAND Flash 嘛。DRAM 的收入呢，占总营收的 69%， 来到了47亿美元，那比上一季增加了 13%。NAND Flash 的营收呢，占总收入是 30%， 来到了21亿美元，比上一季增加了 32%。那美光的营收之所以可以成长这么多，主要就是因为 AI 迅速的发展， AI 的需求还非常的高。美光的执行长也说了，他说强劲的 AI 需求呢和稳健的执行力，使得美光在第三季实现了 17% 的环比收入增长，超过他们的指引预期。最后他也提到我们有信心在2025的财年实现可观的收入。那除了营收以外呢，美光的毛利率也提高非常的多。上一季美光的毛利率只有 18.5%， 那去年同期甚至是负的 19.8%， 然后最新一季的毛利率呢，则是来到了 26.9%。营业利润也是比上一季和去年同期来得高，上一季只有191，那去年同期甚至是负的1761，这一季成长到了719，更不用说净利跟 EPS 环比同比都是成长的。虽然说美光的财报还不错，各个数据都有成长，但是美光给出的下一季的指引没有超过市场的预期，所以它在一出财报之后的盘后就大跌了7%。美光预期下一季的营收会是76亿美元，然后正负个2亿，所以也就是74到78亿左右。不过市场预期的指引是超过80亿，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盘后就大跌了。虽然说美光过去几年它的财务状况其实不是很稳定，起起伏伏的，但是看完最新的财报，我觉得美光可以多观察一下，毕竟 AI 现在是真的有需求。如果美光可以持续推出高宽带记忆体，然后持续的在 AI 这个市场上持续跟 NVIDIA 合作，那我想 MU 还是会继续成长的。只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不会单纯看它最新一季的财报很好就贸然的去投资它，毕竟它过去的状况还不是那么的稳定。我会再观察一阵子，等美光的状况真的稍微再
再稳定了一点，那我会再来思考要不要投入美光。毕竟它过去几年的表现真的就是蛮起伏不定的嘛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还会再观察一下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，你也有在关注 ARM 跟美光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。或是如果你有想听我分析哪一支股票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哦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那 NAND Flash 的话，就是一种储存资料，包括 NVIDIA、Intel、高通、联发科、Amazon、苹果、Meta 等等再一次。